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周一与澳总理的记者会上，多次被澳总理挖坑反华议题，但均被文在寅巧妙脱坑。澳大利亚的做法不仅违背待客之道，也损害韩国的利益。文在寅当天还表示，中国、美国和朝鲜原则上同意发表半岛中战宣言。对于中战宣言，中国一直持积极参与态度，而重要阻力来自美国。为了遏制中国，也为了让自己在半岛搅浑水，美国近期的行为实际上有损半岛中战宣言的达成。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一在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关当事方原则上已同意发表中战宣言，但朝鲜把美国取消对朝敌对政策当作先决条件，因此有关磋商尚未启动。有关当事方就具体内容达成一致，才能发表中战宣言。1953年7月27号，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而非和平条约。因此，严格来讲，朝韩一直没有结束战争状态，而是处于停战状态。文在寅近期频频提及中战宣言。英国广播公司称，文在寅总统将于明年3月卸任，执政5年期间，他多次诚恳呼吁，希望给朝鲜半岛带来永久和平。但文在寅的提议面临巨大的挑战，朝美双方对于提议立场难以统一。今年9月，朝鲜方面表示可以考虑就中战宣言进行谈判，但前提是美国必须放弃针对朝鲜的敌对政策。朝鲜外务省副相李泰成当时曾表示，目前签署中战宣言为时尚早，只要美国不改变对朝敌视政策，即便签署中战宣言也没有任何意义。而华盛顿则多次重申，朝鲜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并且还在对朝制裁上继续加码。目前半岛中战宣言最大的障碍是，美国和朝鲜之间他们立场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美国和朝鲜均持有一些比较难以实现的要求。另一方面，韩国媒体也分析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协助，韩国政府推动的中战宣言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对于中战宣言，中国一直持积极参与态度。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结束半岛战争状态，实现半岛停核机制转换，是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作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缔约方，中方同有关方面就半岛事务保持着沟通协调，我们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有分析认为，对于半岛中战宣言，现在是韩国积极推动主动斡旋，中方也愿意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核心当事方美国和朝鲜却都不积极。从美国方面来看，为了遏制围堵中国，美国并不愿意看到半岛长治久安、固化和平，要给自己搅浑水留足战略空间，担心签署中战宣言会束缚自己。此次文在寅访问澳大利亚期间，韩澳签署了一项价值超过10亿澳元的国防合作协议。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澳总理莫里森和记者频繁在涉华问题上挖坑，文在寅表示，此次访问与韩国对华立场毫无关系。对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决定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就表示支持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文在寅在记者会上再次明确表示，韩方尊重澳方的决定，但包括美国在内，没有任何一国建议韩方也要参与。韩联社的分析认为，在中美矛盾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国以及澳大利亚不断向韩施压，使韩国陷入两难境地。韩国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如果在美国对华施压的各种措施上都拒绝加入的话，那么韩国在美国地区战略中的战略地位将被削弱，那么随之韩国可以从美国获得的安全保障也将随之减少。实际上，北京冬奥会可能成为朝韩对话契机，这一点文在寅心知肚明。由于2018年平昌冬奥会时朝韩双方的互动，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也被普遍认为可能成为中韩关系乃至半岛局势的一次突破契机。韩方不止一次公开表达过希望借北京冬奥会展开同朝鲜方面互动的期待。文在寅今年9月就在会见中国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时表示，希望北京冬奥会成为改善朝韩关系的另一个转折
折点，为东北亚和平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韩联社本月3号报道，不具名的韩国政府高官表示，目前中韩两国正推进韩国文化体育部长黄熙访华，也不排除文在寅借北京冬奥会之机访华的可能性。韩国政府周一还决定正式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按照韩国方面的说法，中国9月提出申请加入是韩方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年年初，文在寅在新年致辞中表达了加入 CPTPP 的意愿，但从那以后申请似乎陷入停滞。金融时报等外媒认为，这与政治因素不无关系。一来，韩国对加入协定犹豫不决，部分原因是担心损害与中国的关系。奥巴马政府推出 TPP 带有对付中国的意味。二来，尽管韩国最大的2个政党都支持加入，但韩国有一些敏感部门，比如农业、渔业和中小企业界，出于对竞争加剧的担忧，对加入协定持反对态度。三来，与日本的艰难关系造成潜在障碍。韩联社说，日本一直不愿韩国加入 CPTPP。舆论认为，随着中国申请加入，韩国的部分担忧已经打消。明年，新加坡将接替日本成为 CPTPP 委员会轮值主席国，日本因素也有所缓解。那么，加入 CPTPP 可以给韩国带来可以预期的经济收益、经济利益。那么，尤其是随着中国也申请加入 CPTPP， 那么韩国担心被排挤出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圈，失去一个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那么第二个方面是韩国希望通过加入这样一个地区多边机制，可以提高韩国作为中等国家的形象，提高韩国在地区的国际地位。